在火影忍者中，小组织作为前期 BOSS 的存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整部火影忍者的剧情发展。这个组织的头目佩恩究竟是何等人物？他对于康米为何如此执着？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著名狗带饺子下胡雷 UP 主冷淡熊为您精彩品读《火影忍者之康米疑云》。在火影忍者里出现过很多的 BOSS， 比如前期的哉不宰，后期的宇智波斑、药师兜以及大木桶辉夜姬。在这些 BOSS 中，最有魅力、最受大家喜爱的，那就是小组织。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小组织对于火影忍者剧情的推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说到小组织，就得先说一下这个组织的头目佩恩。了解火影忍者的朋友都知道，佩恩他是6个人，所以称之为6道佩恩。为什么是6道呢？这里作者岸本齐史借鉴或者说是致敬了佛家理论中的6道轮回，分别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地狱道和恶鬼道。我们这次主要说的是天道佩恩。这个时候有人就要问了，他为什么取名天道佩恩，而不是更接地气的成华大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叫成华大道佩恩，他当时在毁灭木叶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画面？感受痛苦，体验痛苦，接受痛苦，晓得痛苦。不晓得痛苦的哈儿是不晓得啥子日妈是和平。这样一来的话，第一，对面很有可能听不懂，在面对对手放狠话的时候，不怕狠话不够狠，就怕对方听不懂。就像各位在打游戏的时候，队友被你坑得气急败坏，一口气喷了你5分钟，但是你一个字都没听懂，你不但不会破防，还会赞叹这位队友牲口一般的肺活量。第二点，就算对面听懂了，也很有可能会笑场。身为一个要摧毁世界的人，马上要被你毁灭的对象还在那里嬉皮笑脸，换成是你怎么感觉？大概率心态就崩了，这就很尴尬。天道佩恩，我们后面就叫他佩恩。佩恩为什么要毁灭木叶？具体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这就要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首先要了解佩恩是个什么样的人。佩恩他不是人，这里说的不是人，并不是在骂街。佩恩后面的操纵者是长门，也有叫掌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说白了，佩恩就是个替身，用现在话说叫工具人。那为什么长门不直接亲自出台？不是，为什么不亲自下台和主角团们对抗呢？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从古至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替身，在日本叫引武者，尤其在姜文的作品《让子弹飞》里，最后黄四郎的替身被抓了之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原文中这样记载：他妈敢杀我的马！对不起，不是这句，原文说的是糟了，我成替身了。由此可见一个替身的重要性。通过冷淡熊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佩恩只是一个替身，一个工具人。那这位工具人在长门的操纵下又做过哪些惊世骇俗的事情呢？佩恩第一次出场是在抓一尾人柱力我爱罗的时候，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佩恩的眼睛并不是轮回眼，可是后期的佩恩都是有轮回眼的，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点，学术界普遍有3种声音。第一种是作者忘记画了，或者是当时的作者并没有想到轮回眼这个设定。第二种看法认为这是另外一个替身，也就是说长门找的这个佩恩的替身，这个工具人他软体不稳定，有了自己的想法，趁长门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又给自己找了个替身，这是佩恩对资本家的一种无声的抗议，拒绝当韭菜的一种态度，所以没有轮回眼。第3种则是认为以小组织当时的财力不足以支撑给替身们购买轮回眼同款美瞳。我更倾向于第1种说法，是作者还没想到这层设定，按照火影忍者当时的设定以及长门的技术开发能力，是不可能制造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人的。最后一种说没钱买美瞳，那更是瞎说。小组织又不是丐帮该组织，成员都是大名鼎鼎的叛人，又不是乞丐叫花子，说买不起美瞳这点是站不住脚的。再往后就快进到了毁灭木叶，当时参与毁灭木叶的只有6道佩恩和小南7个人。虽然当时大部分木叶忍者在外执行任务，但仅凭7个人就能毁灭5大忍者村中实力最强的木叶，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的。这里就要引出一个问题，佩恩在放大的时候为什么要说那一段康米的台词？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日语的发音空耳，如果这么说的话，就
就太浅显了，对于佩恩这个人物没有深入的了解。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我们东亚地区，大米是大部分家庭的主食之一。这里佩恩之所以要反复强调一袋米，他是想表达我佩恩是拥有大米最终去往几楼的决定能力的，也在变相告诉对手，你们以后能不能吃上饭，这得我说了算，民以食为天嘛。在这场战役中，木叶用句文言文说是基本完犊子了，就连和谁都能五五开的卡卡西也GG了。最后鸣人登场，基本也是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那为什么最后鸣人找到了长门的本体，凭借着几句话就让长门放下了这么大的仇恨，还用自己的生命复活了木叶所有忍者？这场战役小组织的其他成员为什么没有参加？请看下集。小组织的覆灭，投币过3万，一定出下集。再见。